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今天是10月31号，10月最后一天，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市场要回调，时间周期在2到3天。谷歌大涨，接下来如何去操作？阿哲会在今天的视频当中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同时会从3个方面来进行本期视频的一个开始。我们对于纳斯达克指数要通过3个环节，第一是 K 线，第二是空间，第三是时间，会从这3个角度完全详细的告诉你，目前短线有关于美股市场纳斯达克指数是见顶还是依旧只是回调，将有机会再次上涨，会详细的告诉大家。那么也会在指数解析之后，也同时为大家带来热门个股当下最新的操作策略，比如英伟达、谷歌、特斯拉、苹果、SMCI 以及一些之前我们所提及有交易机会的个股进行一个跟踪和更新，那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大图版。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要讲一下负阴线的观察，是目前的市场。昨天我们的美股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一根阴线，把昨天的阳线的一半吃掉了，这种 K 线我们叫做负线，也叫负阴线。那么有关市场当中的阴线的出现，阿哲曾经多次告知，如果你对美股市场是有信心的，那你会很容易发现每一次阴线的出现，它是不是后续带给我们的都是机会，而很少是风险。那么今天阿哲在第一部分会告诉大家这一个负阴线怎么去看待目前当下短期的美股指数的走势。那么这一个负阴线，阿哲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它来由是出自于久田战法，由我们的本间忠久先生在100年前就已经发现，它的特点是，首先它得要由2根 K 线构成，第一天是一根阳线，第二天是一根阴线，阳线它被第二天的阴线所覆盖，这种叫做负线。那么阿哲呢觉得叫做负阴线可能更好听一些，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比较好的记忆。这种形态表明多方是攻击受阻，短期将有反转的可能。那么这种形态的出现，一般在上涨当中表明多头走弱，空头反击，那么要小心后续的下跌。那么这一个负线呢，有一个要求，就是阳线的实体如果被阴线所覆盖的越多，那表明买气则越弱。曾经我们在直播中讲过最强的负阴线的一个操盘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市场当中所看到的最新的这一根负阴线，很明显它不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负阴线。我们来到目前的指数去观察一下负阴线的走势。我们看到目前的市场，什么叫做负阴线？它在纳斯达克指数当中经常出现吗？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呢？那么为了教学的方便以及大家更好的观察，阿哲将这一个负线把它标记在图谱当中。那你会发现在本次的上涨行情过程当中，那我们会看到的是有几个负线，是不是图表当中只显示了这2个是负线，那么除此之外的 K 线，它的阴线下跌都不属于是负线。负线的要求有一个关键，就是这一根阴线它呢高点要比昨天的阳线高点高，而如果你发现如果不是，那就不是而后这一根阴线的收盘价它是覆盖阳线有多少？阿哲要求的是最少覆盖1半以上，如果全覆盖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强势的负阴线。好，那么我们要讲一下负阴线的一个操盘注意事项。当你发现负阴线，你要注意了，一般它代表的是市场有风险，特别是在短期加速后的市场出现了这种负阴线，而且阴线的实体大部分都已经吃掉了阳线的全部。那么这种负阴线，你会发现股价就是一个风险，短期股价会下跌。那这个地方也是负阴线曾经的高点的位置，负阴线之后股价是不是也是下跌的？那包括这个点位也是负阴线，后续价格也是下跌的。
在九田战法传统的技术分析当中，负阴线的出现就是短期的风险，所以我们会看到价格上涨出现了负阴线，它是不是由上涨转为了调整？而你也会看到是股价从这一个位置的上涨到目前它又出现了负阴线，接下来应该怎么去观察？按照传统的技术分析，这里应该看空，同时我们也要更进一步去拆解一下负阴线后的实际走势以及它的操盘逻辑。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一下，如果你刚才是注意得比较集中，你会发现的是不是每一个负阴线都是下跌的，那很明显的是像这里有负阴线吧，股价后面呢不怎么下跌这一个呢也是负阴线呢，股价后面还大涨了，它为什么没下跌？那包括这个低点的位置也是负线，那后续它也是大涨的，它也没有下跌。虽然出现负线之后价格调整的概率较大，但是有很多时候负线的出现股价却是大涨的，这一点怎么样去讨论？负线到目前的市场当中，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主力资金其实对于这种 K 线的塑造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有经验的，他知道负线的出现会让散户恐慌以及让散户害怕，所以有时候市场出现行情之前也会用负线来去进行一个洗盘。我们要知道负线什么是真正的出货行为，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洗盘现象。我们将负线的第二天作为关注对象，大家看到这里，一般出现负线的阴线负阴线出现，我们会把它的第二天作为观察对象。这根 K 线最好是止跌的，因为它只要是收阳止跌，大概率后续反弹可能性特别高。而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把这一个负阴线后的第二天它的 K 线的高点做一个区间的划分。只要价格后续能够短期最好是3-4天内就能收盘突破负线后的这一根 K 线，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洗盘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而如果它不能突破，而是无力升天，那么后续股价将大概率是出货行为。那么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的每一个负线，每一次你都可以去这么观察。为什么这个负线之后股价能上涨呢？因为负线之后它的第二天负线后的第二天是止跌 K 线，而止跌 K 线后续立马又被突破，所以股价这里只是一个低位的洗盘行为。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一个负线呢，它的第二天有被突破吗？没被突破，而后股价破位，那么它就是一个出货。我们看到最近的这2次，那这个地方它也是负线呀，那么第二天止跌了，所以股价反弹是正常的。那么后续股价是不是在这一天就突破了这一天连续的都是看涨的，都是上涨的，有问题吗？也没有问题。所以它这里也只是一个负线的洗盘。那么包括这个地方的负线，它是洗盘还是出货？那么行情涨到这里，其实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是达到了短线出货的目标。所以目前这里呢，你不能完全肯定它后续是一个洗盘，我们依旧要观察的周期大概是2-3天。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的市场目前出现负线，阿哲不建议大家再去盲目的做多和做空，你最好能够将目前的行情作为观察的一个方向，观望为主，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根关键 K 线它的后续能不能快速的短期的突破。当然如果今天的这根 K 线它不是一个止跌，而是直接出现了反包，将昨天的这一个行情直接反包，那么我们认为你可以不用观察，昨天就是洗盘，那么直接继续看多，那么这种概率少之又少。所以今天大概率呢是一根普通的 K 线甚至呢是延续下跌，但没有关系，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高点能否被突破，只要能被突破，短线这里将依旧看涨，没有太多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阿哲呢在开始的海报当中封面当中要讲到的是美股要回调，时间周期2到3天，用 K 线用负阴线的角度观察，也是2-3天的周期作为关注的对象，这是第一点。
后面讲空间和时间的时候，你会对于阿哲所讲的时间2到3天内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认知。为什么最近的2-3个交易日内要特别的关注，它会影响未来短期、中期的方向。那么这就是第一部分复阴线的学习。接下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阿哲朋友的，你说阿哲我是第一次来到你的视频当中，第一次学习，那如果你觉得前面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有收获，那希望大家能够给阿哲一个订阅，成为阿哲的粉丝。那么未来我们有机会一直持续长久的在美股市场当中去交易，去学习更多有用的实战的技术，那么这是阿哲所希望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空间的顶底测算。那么日常阿哲的空间计算方式呢是比较特别的，那么应该是大家在其他地方很难去预见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它就是阿哲所认为的市场当中当天的价格 K 线波动将会影响第二天后续走势的短线价格波动。那么我们通过当天的高开低收，能计算出第二天它的最大的涨幅和最大的跌幅。那么如果股价正常运行，最大涨幅和最大跌幅当中波动；而如果行情强势，它将会把最大的涨幅突破；而如果行情弱势，它会跌破最大的预测跌幅。这是阿哲这一个空间预测它的一个逻辑所在。那么只要你是刚才订阅了阿哲频道，或者说曾经你已经加入了阿哲频道的粉丝，那么你应该会收到阿哲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盘，那盘前呢阿哲都会发送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就包含了这一个空间预测的点位，阿哲每天都会持续的更新，只要你是订阅观众必然可以看到。那如果你目前还刚刚订阅还看不到，那没关系，阿哲稍后告诉你怎么每天去领取到这条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条信息短期内它给到的一些提醒。这个信息呢是10月30号，阿哲呢在香港这边的一个时间，所以这里显示的是香港时间下午的5点12，那么是美股开盘前的几个小时。那么昨天所预测的这一个低点，它应该是18611.17，而实际的股价收盘是多少呢？我们看到昨天的这根 K 线，它的实际的收盘是多少，而它的最低是多少？它的最低是18598.24，它的收盘是18607.93。而刚才我们所说，昨天阿哲在盘前所发布的预测呢，是不是18611？是不是大体是个范围？那你会发现，是不是基本上是相同的，相差不大？那么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它的收盘价是不是已经跌破了？那么阿哲所预测的一个相对的最大跌幅，本应该是在这个点位附近，但是目前呢跌破了。虽然跌破的幅度不大，但确实它的收盘略微跌破。那么也就是说，昨天的行情看着是一个普通的负线，但在空间预测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已经跌破了我们正常股价波动的最大跌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相对来说小心了。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价格如果出现的是一个突破，大家注意了，突破，那么空间分析应该是看涨的。如果跌破呢，是吧？它跌破了，那么应该是看跌的。大家看到这里，那有朋友会觉得突破之后第二天就大跌了，那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照着这一个预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去看，突破就看涨，跌破就看空。而如果突破看多了，第二天又跌破了，没事，我们相信这个技术，继续呢把它卖掉。那如果你发现跌破之后又突破了，重新买回来，重新看多美股。那后续只要不跌破不出现跌破当日最小的最大的一个跌幅，你会发现股价一路的持续上涨。那这里又是一个突破，继续看涨又是一个突破，继续看涨。那直到呢有这么一根 K 线把这一个最大的跌幅跌破了，那么后续行情我们只要不突破最高点，不突破预测的最大涨幅，它就还是在一个调整的区间内。你会发现这根阴线后空间上是不是走了一个震荡，是不是一直在这一个区间内波动，一直震荡，这是一个调整的周期。那直到我们发现这一根阳线的位置又再次的向上的突破，突破之后股价连续的突破，连续的上涨，
连续的看涨，是不是从这个突破开始，你说我看多有问题吗？没问题啊，这里一直的延续的去上涨，而你会发现的是，最近有跌破吗？前面是没有，而直到昨天跌破了。那虽然说前期你会发现每一次跌破，好像在强势的行情当中，每一次跌破多头都给的是一个低点，那这一次跌破会给到一个低点吗？阿哲不能完全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应该去猜测，你应该每次跌破的时候呢，都让自己要小心一些，一跌破你就小心，而一突破你就应该看涨。那目前是跌破你就小心，等什么时候呢能突破你就看涨。那么每天的盘前，阿哲都会告诉你具体的当天理应出现的最大涨幅和最大跌幅。那你看一下，从这一天开始，你应该离场，你应该不能再盲目看多，等到有一天重新突破预测的最大涨幅，那么重新去看多美股市场。那么接下来，阿哲花些许时间告诉今天新订阅的观众朋友，怎么去收到每天盘前的这条预测信息。我们往下看。那么正常呢，如果你点击了订阅，你加入了阿哲的一个粉丝群组，那么你应该可以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那么这个群组呢，是阿哲专门担心各位学习的时候有一些疑问不能及时的解答，或者说交易当中呢，对于实战有些困惑，那么都可以在粉丝群组当中去提问，阿哲和其他团队老师看到之后会为大家去答疑。那么第二呢，是刚才所说的点位预测和盘前解析，都会在粉丝群组当中去公布、去发布，为大家去进行一个提醒。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发。第三呢，是进阶的知识，会告诉大家一些阿哲公开课中并没有去提到的一些更加深层次、更加深奥、更加有效的方法，空间、时间、量价都会提及和教学。这是内部直播，也是在粉丝群组当中才会有的。那么去领取这个福利怎么领取？你可以看一下阿哲的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评论区当中呢，看一下最顶的阿哲置顶的一个评论，这个评论里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联系方式链接，你找到助教老师，跟助教老师说我是阿哲的一个粉丝，阿哲的订阅观众，那么他呢将在审核通过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获取阿哲每天盘前的信息，以及后续的进阶知识课程怎么去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最后的指数分析部分，叫时间变盘周期。何谓时间变盘？刚才我们讲过 K 线，那是一个价格，讲过空间，那是一个价位，而现在我们在价格区间后再讲一个时间。如果说市场当中有两个重要因素，那么一个肯定是空间。空间是什么坐标？空间是纵坐标，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一个的价格，这叫做空间。而我们的时间呢，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不是指标，它不是 K 线，它不是成交量，它看不见。它会告诉你的是一天一天在慢慢的行走，而任何的一个股市的消息都无法阻碍时间的运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第三部分，时间变盘周期。曾经我们讲过同数变盘，今天我们讲一个新月满月变盘。新月和满月代表月亮的阴晴圆缺，如果你很感兴趣天文的消息，那么你可以去专门搜索一下什么叫新月，什么叫满月。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下股市，新月和满月它除了会影响现实当中，比如说这个海浪的潮汐之外，它对于股市其实也会有影响。那么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图表当中，这个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指数6月份到目前最新的行情走势，我们把新月满月的时间都标记在了图表当中。那你会发现6月的6号是新月，6月24号是满月，以此类推，在月初出现的我们是一般为新月，在月末月中之后出现的一般就是满月。那么市场当中新月满月出现的点位，你会发现是不是标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些特别的规律。它新月和满月出现的前后，纳指它一般会有变动，一般会有拐点出现，或者是暴涨暴跌的现象。6月份一个新月在高点，一个满月在低点。7月份新月在高点，而满月也是高点。那么8月份新月在低点，满月刚好是一个高点。那么这一个新月和满月刚好也告诉我们这第二条规律，
大家看到右下角这3条呢，就是新月满月的变盘规律啊。第2条就是新月一般是起始，一般是开始，一般是趋势的低点，而满月一般是结束，一般是趋势的高点。那我们会发现，是不是8月份它就很标准啊？5号是新月，它是一个低点；20号它是一个满月，所以它是趋势的结束高点。那么下跌到9月份的新月，是不是趋势的结束？它也是新生的初始，它是一个起始。后续价格到了一个9月18号满月本应该是一个高点，它本应该是趋势的结束，但问题是后续继续跳空上涨。你要知道，本应该是高点的位置，却遇到了上涨和加速，一般它预示着多头很强，才会把高点变成低点。而后你会发现，下跌当中遇到了新月，是不是新月代表什么？代表行情的开始，代表之前的结束。那么新月后续就是低点上涨，而满月10月的17号出现之后，市场是不是由一个加速转为了高位的震荡？所以满月和新月对市场呢有比较重大的影响。那么阿哲今天呢变盘点就简单的讲到这里，我们不去太过于赘述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的视频不能太过于拖得太长。有机会阿哲在直播间慢慢为大家去讲一下这3条规律。那么现在我们用这3条规律简单了解一下这个10月1号。10月1号呢就在临近我们即将呢出现的周五，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的最新的新月的时间。而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一般新月是一轮趋势的开始，满月是结束。前方的满月结束了这一波上涨的加速，而后走了震荡。那么理论上来说，新月的出现将会代表行情再次启动，将会代表行情将在这里从一个震荡转为另外的一个方向，上涨或下跌。所以目前新月之前，阿哲反而希望它应该是下跌的。如果新月之前是下跌的，那么大概率新月附近将会出现的是一个低点。你会发现新月附近大概率出现的是一个低点，后续行情有机会。小概率呢是新月处于加速，那有可能呢是一个高点。而如果目前的行情在10月1号之前出现的是一个加速上涨，那么新月周五的时候容易见到是一个高点啊。那么关于这一点，阿哲在本周的直播间当中，到时候会为大家去再讲一讲。如果你对于这一方面是感兴趣的啊，到时候可以来直播间观看。订阅的观众可以点开小铃铛，后续的一个直播安排出来之后，会及时的通知到各位。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纳斯达克指数不管从负阴线观察、蜡烛图观察，或者说空间顶底的测算，以及时间变盘的周期，目前从这一根阴线出现之后，大家要注意的是，近期的2到3天是一个观察的窗口，它不是一个能够随便交易、随便看多空的时间，它是一个很迷茫、徘徊在10日路口的窗口。而这个窗口，它一旦选择，将会结束最近的震荡，走出另一轮单边的走势。所以不管是这3个部分的哪一部分，你都必须要认真的听一下。如果你还不能理解，就可以反复的收听，反复的了解。如果还有疑问的，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去问一下阿哲，阿哲看到会第一时间在粉丝群组当中为大家去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来到第2部分，指数分析之后的个股行情解析。我们看到今天的个股列表，今天的个股我们主要讲的是英伟达、谷歌、特斯拉、苹果、SMCI。那么在讲解之前，我们先跟踪一下上次我们提到的一些个股的走势。我们看到目前的图板，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讲过 AMD， 是吧？当时我们是按照一个选股逻辑来为大家去讲解的。这个选股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目前处于一个上涨回调过程当中，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那阿哲当时是不是告诉大家，你去选择这种上影线突破的行情，那是吧？当时我们说 AMD 出现了一个买入的短线机会，那么而后股价是不是盘中出现了一个3-4个点的上涨，短线是盈利的。但可惜呢，这个技术面遇到了财报，所以稳定性出现了问题，而后出现了大幅下跌。那么如果不能及时离场，那么应该会有出现比较多的短线的亏损要去止损。那如果你上期视频听了，并且确实去操作了，那么这里呢，阿哲为大家讲一声抱歉。虽然阿哲一直提醒技术分析不是100%的，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肯定大家都不开心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其他个股Meta 是吧 ？Meta 呢也是当时选择一只标的，技术面上阿哲说它会比 AMD 要好一些，而后它也是跟指数一起突破，短线呢走了一个上涨加套空。那包括我们上次讲的谷歌是吧？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技术面上的一个底部信号，下跌反弹再下跌，而后再次反转，我们回踩，是不是低点是在抬高的，而后这个颈线位在这一根阳线的位置出现了突破，而后刚好是假阴反包，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你会发现，其实按照成功率来说，阿哲的选股的逻辑大体是没有问题。但是刚好本周呢是一个财报季，所以这个消息面的影响对技术分析的稳定性会是一个考验啊。我们发现一旦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说真的遇到了华尔街砸盘，那也真的是很难去规避这种现象。那么阿哲觉得呢，有一个解决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如果你不想这个技术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变动啊，它的成功率大幅下降，或者说它哪怕成功了，后续也暴跌，那么我们最好的手段就是在财报发布前后出现的买卖点，尽可能的不去参与，除非你有非常看好它的一个理由。那么在其他时候比较稳定的周期内，用技术分析去交易。这是阿哲呢目前觉得相对比较有效，但是也是一种逃避的方法，但确实呢可以规避这种稳定性被干扰的情况。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做一个预防。那么阿哲简单讲解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个股的解析。第一只个股呢是 NVDA 英伟达。那英伟达是不是阿哲曾经告诉大家，从这一个上影线开始，你就知道了，它会比纳斯达克指数整体的环境是要弱的。这是阿哲讲了2期直播和2次视频当中都有提到的。那是不是最近的一个纳斯达克指数出现的是创新高再上涨，而且把影线都吃掉了？但你会发现英伟达呢却是一个下跌，持续的下跌。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英伟达吗？是否要放弃英伟达呢？其实肯定不是的，它只是短期的弱势，目前依旧保持的还不错的走势。第一个就是这个缺口目前没有被完全的回补掉，这是首一个。阿哲之前说过，在中线来说，这个缺口只要不回补，英伟达还算是比市场当中大部分的科技股都要强势的存在，是强于指数的存在。那么第二个就是市场的资金层面，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个关键的 K 线，就是这一根阳线。这一根阳线它是在英伟达24年10月21号的时候，是难得的近期首次站到了高控盘区间83%的一个获利盘的控盘，所以这根 K 线呢是一根拉升 K 线，它的低点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只要这根阳线的低点和前方的缺口不被一根实体的阴线收盘跌破，那么这个位置的调整到了此处大概率将会结束。只要英伟达不走弱，它这里就是一个结束的回调的点位。那么反过来，如果英伟达走到这里它还不止跌，它走到这里如果还是以阴线继续下跌把这一个我们的绿带上沿跌破，把这一个前方的阳线控盘的阳线跌破，把这一个缺口实体的回补，那么说明英伟达确实它不是短线走弱，它中线也将要走弱，后续我们将不再看了。第二只个股我们看一下谷歌。谷歌的话，刚才阿哲讲到，是不是它是一个底部的结构是一个相对很漂亮的颈线位的突破，所以这一个位置的加速，这一波行情的加速短线，如果你在上期视频当中听了阿哲所讲，你会在这一根阳线反包这一个假阴线的时候去买入短线，那么这一个获利呢是比较稳定的，刚好它的一个财报也相对的去帮助了技术面的一个配合，所以它走出了比 AMD 要更加我们欣喜的一个走势。所以很多朋友呢在这一只个股当中也获得了比较多的利润。那当然呢，可能你是首次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这里可能你没有去买进，那么错过了，那没有关系，我们说一下接下来怎么看。那么大家看到这里，阿哲把这一个成交量打到公屏上，我们再把缺口把它调整出来。大家要注意了，成交量如果越是放大，
而越是放大的成交量，同时出现的是缺口的行为，那这种缺口就是一种黄金缺口，它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缺口。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缺口出现，它是带着巨量、带着大量的，那么这种缺口一般它不会被快速回补，而一般这种缺口将会形成一个特别强势的压力和支撑。那么我们看一下，曾经有出现过什么大量的缺口吗？是吧？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量的缺口，那其他的地方呢就比较少了。那么大量的缺口的出现，一般它会有比较强的压力，首次触碰的时候它将会比较强的压力。那像前方这个位置，它是不是也有一个连续放量所形成的一个小小的量的缺口这一个缺口的一个量呢就比较小，但是呢也还算是有阶段的高量。好，你会发现的是，这一个位置的谷歌跳空直接把这个缺口回补掉了大缺口的回补一般首次回补它是要确认的我们看到前方这里，一般大的缺口这种有效的成交量密集产生的大缺口，它被回补的时候，大概率将会往缺口的方向去运行。这一点之前我们是讲过的，只是那个时候阿哲没有用成交量去帮助去观看。越大的缺口，并且越长时间没有去回补的缺口，一旦被回补了，那往往它会往那一个方向去运行一段时间。那么前期这一个大的向上跳空缺口，它被完全回补之后，是不是向上走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一个，它也是一个大的缺口，也是一个向下跳空的缺口，方向向下的。而谷歌目前回补了，也就是说短期的谷歌正常应该往下走，大家注意了，我说的是正常。如果这里的谷歌不往下走，而是继续往上走，能够把这个缺口的上沿给站上去，则说明这一笔资金它所看到的将是很长远的未来。那么这一笔资金短线上将依旧还有加速行为，这就是该跌不跌，后续将反看涨。所以这个地方谷歌它回补了这个缺口，那么未来大概率是要往下去试探一下下方的这个巨量的缺口。那这个巨量缺口我们知道的是，它不会那么容易被回补，哪怕这里下来它也没有那么容易回补。也就是说这里敢往下跌，你要去赶找机会买，你要找一个止跌的机会去买进。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要关注的是前方这个缺口的上沿和下沿。如果你说阿哲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买，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首先你要看的是这个缺口的下沿，这个缺口的下沿目前的收盘价是在它之下的。那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它走完回调，重新收盘站到这个缺口上沿之上时，你可以做一笔反弹的资金，小仓位的去博弈短线反弹。而后再看一下缺口的上沿，只要股价的这一个反弹能够再次收盘站在前方缺口的上沿，你就会知道了，这个地方将要回归正常的一个再次的上涨，缺口已经被完全有效的回补，并且它的压力很有可能会转为支撑，所以我们就看好前方缺口的上下沿。而这一个缺口它正常不应该被回补，也大概率呢不会被回补，所以谷歌这个地方可以去关注一下，按照缺口的支撑和压力去做操作。但目前在止跌出现买点之前，可以先以获利了结为主。我们看到下一个个股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是不是也是按缺口？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观念，它也是一个带着量产生的大的缺口，而这种缺口它正常短期是不会回补的。那么也就是说，短期不会被回补的缺口，它往往越是往下靠，它越容易产生买进的机会，它越是给你买点。它在走了连续的强势上涨之后，这个调整是比较漂亮的，它的实体是在一步一步的往下缩短，实体的缩短说明下跌动能的减弱。而我们再看到它的成交量VOL 成交量的表现也是逐渐的梯量的下滑，是吧？它是慢慢的像走台阶一样梯量的下滑，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量柱，叫梯量柱，也构成了三阴的缩量。那么三阴缩量就等止跌阳，三阴缩量就等一个止跌阳。阿哲把这个模型再讲一下，比如说前期的 MST 是吧？ MST
它就是一个跟目前的特斯拉有点相似的，不过当时它在中期上涨波段比特斯拉呢更漂亮一点，一根阳线回调没破阳而后呢3天的这个 K 线下跌也是实体在缩短，而后你会发现底下的成交量是什么？价格在跌，量能在缩，止跌阳出现，一般是一个激进买点正常的买点呢是把止跌阳突破突破止跌阳作为一个买入机会。这种三阴缩量的模型在很多的市场个股当中都出现过，而且效果都不差。MSTR 之前这一波的启动也是如此下跌实体缩短它的一个量能也是逐渐的踢量，止跌阳出现了，突破止跌阳的高点，是不是加速再次的波段启动？那么特斯拉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回调，三阴缩量，就等止跌阳线的突破。下一只个股看到苹果 AAPL， 苹果的话在短期的3天2天的一个反弹后，是不是股价出现一个阴线？那这根阴线如果你是经常听阿哲视频学习的，你会知道它有一个名称，它不是一个普通阴线，它叫防守阴线。什么叫做防守阴线呢？很简单，当有一根阴线和一根阳线出现的时候，阴线的最高比阳线的最高低了，阴线的收盘比阳线的最低低了，它构成的就是反手阴线。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阴线的收盘比阳线的最低低了，而后阴线的最高比阳线的最高低了，就是一个防守阴线，很简单，但是我们会发现效果是不差的。当出现了防守阴线之后，只要它出现了止跌，股价一般会有反弹出现。那么如果出现了防守阴线、止跌阳、反弹出现，空间呢在阴线的高点而后防守阴线出现，等一根止跌阳，它将会是一个反弹出现。反弹如果能过阴线最高，将是反转行情。我们把苹果之前的每次这个止跌防守阴都看一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防守阴线止跌了，反弹了，但是没有过防守阴的高点，所以它只是反弹，不是反转。反守阴之后止跌了，反弹了，也没过高点所以这里呢也不是。看到这里，防守阴出现，低点没破，收止跌阳，高点快速3-4天内突破，所以行情出现是一波反转。防守阴出现，低点止跌反弹，高点是目标位，没过下来。防守阴线出现止跌反弹，你说突破了没有阴线的突破、10日线的突破、长上影线的突破，一般不算是有效的突破突破下来也是风险。所以目前苹果看防守阴线，防守阴线出现有止跌阳，可以博弈短线反弹，能过防守阴高点，可以博弈它的反转行情。像最近的戴尔，阿哲之前是不是跟大家去讲过戴尔？像直播间当中我们讲过了戴尔这个 Meta 以及 AMD， 是不是当时讲过戴尔好过 Meta 好过 AMD？ 但可惜呢，上影线的买点只有 AMD 最先出现，所以当时没有办法我们说 AMD 是构成了买点，而后 Meta 呢是晚了一天，后面呢也是上涨了一下，有了短线的高开利润。戴尔的话就比较麻烦阿哲希望它有买点，可惜呢它的买点不是很明确那么这个点位虽然也有长上影线突破的买点，但这个时候有点弱势了。而它其实当时也是个防守阴线，那防守阴线止跌阳是吧？你就可以博弈反弹。那有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惊喜直接向上突破，但呢它是一个阴线突破所以最好等阳线的确认收复。这呢就是目前苹果也可以去这么去看待的防守阴线的一个策略，可以简单去这么去用而苹果的资金呢一直在50以上，目前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防守阴之后是一根收跌的阴线继续跌破呢，那么就看看不要着急操作等待，继续等待。最后呢看一下 SMCI， 那这个股呢昨天算是让大家猝不及防又是一些丑闻的发布。那么消息面的影响确实对技术面有很大的一个稳定性的干扰。那么之前我们讲过这一只个股，我们当时讲的是缺口。那么阿哲是不是曾经给大家去讲过，这只个股它目前是强势弱，你又看缺口能不能够回补。正常来讲，
一个弱势的行情下跌当中是很难去补掉缺口的，而要么就补掉缺口就是高点，要么补掉缺口呢就震荡啊。如果是真的强势，它会快速回补向下跳空缺口，并且走出上涨。但是你会发现 SMCI 有补过缺口吗？它补过一次，但是呢是一个比较小的缺口啊，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短的啊，它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长时间不回补的缺口。好，它快速补了一补，就是一个高点啊，股价就下跌了啊。你会发现这个缺口在这里处着，它一直没有回补，每次遇到它是风险，每次遇到它是压力。阿哲上次跟大家去讲过，要真正的大仓位去博弈 SMCI， 它是一个底部，你必须要收盘站上这一个缺口之上，才能初步的去加大仓位。在此之下，你不能够用太多仓位。就这个个股它是不是有丑闻啊？它的基本面是不是很差呀？技术面很难看出来，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它得要怎么样，价格方面才能够变强，就是一根阳线收盘站上才能变强，这是之前阿哲讲过的观点。但是它一直呢没有站上去，所以一直呢你只能看反弹。而目前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具体事情的真伪我们先不去说，这呢也不是阿哲所平时日常分析的重点啊，消息面方面。但你要注意的是这个缺口，前方的这个缺口 SMCI 之前这里有一根大阳线，大阳线底下是什么？是大量大阳线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不是很大，但是它很关键，因为它的量能当时是特别的明显的，所以这个缺口它非常有效。而这种长时间不回补的缺口，并且是大量的缺口，那么它一旦被回补，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预料，就是这个缺口正常来说啊，就它只要不发生再一步的恶化它的消息面，那么这里大概率啊它将会往上去运行，因为它回补了一个大量长时间没回补的缺口，那方向上应该会往上运行，等待止跌的阳线，止跌阳线站上这个缺口之上，那么股价将会向上去尝试回补这个缺口，它呢可以算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短线博弈超跌反弹的机会。那这个缺口的一个区间我们去看一下，这根阳线24年1月19号啊。好，那么它的一个价格看一下它的一个区间，它的最低点，它的最低价 33.888啊，还有一个主力密码 33.888， 这是它一个最低点啊，这个缺口的上沿。那么我们就关注一下价格的此处能不能够收阳站上 33.888， 那么这个位置只要站上了，收阳站上去了，我们认为短线超跌反弹将会向上去尝试回补这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这是 SMCI 阿哲认为的当下的走势和一些预测。这呢也是我们今天在本月的月底，本月最后一期视频当中带给大家的一期视频内容。我们讲了 K 线，讲了时间，讲了空间，讲了目前为什么重要的时间窗口是2到3天的观察期。当然呢，个股的交易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指数大环境接下来的2-3个交易日为观察的对象，而不是交易的对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阿哲下期为你分享，拜拜。